一块古老玉佩让体制内的我重生回到12岁，开局就和父母坦白重生者身份，看我如何帮助我那废物老爹当上国一级大佬。什么？你说你不是我儿子？这怎么可能？好你个陈秀丽，你是个狠人啊！米米，你比谁藏的都深呢。张安平，你要说别人不是你儿子有人信，你要说张浩不是你儿子鬼都不信。严格意义来说，我是你们20多年后的儿子。你在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你是谁，现在马上从我儿子身上下去！张安平虽然嘴上这么说，但却莫名其妙的信了几分。说来也怪，自打儿子出院后，不仅不和他抢电视了，连和朋友出去玩都少了很多。孩儿他爹，这孩子不能是发烧烧傻了吧？我没病，我就是张浩，也确实是你们的儿子。但是我现在是33岁时候的张浩，也就是说我是重生者。完了，彻底傻了。老公，明天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小蝌蚪还行不行？好，就算你是重生者，那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接下来张浩把老爸是如何走后门才进去单位，以及老妈那8个前男友的名字一字不差都说出来时，他们2个也终于信了，因为这些事情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老公，咱们儿子真的重生了。儿子重不重生的先放一边，你先说说你那8个前男友是咋回事？他们只是追求者，不是前男友。我原本是不想说的，但我现在只有12岁，大部分事情都做不了。但是我这20多年的记忆代表着什么？不用我多说吧。意思是你掌握了经济发展趋势和社会发展走向。你们父子俩在说什么？我听不太懂。妈，用通俗点的话来说，我知道未来20多年很多事情只要小心运作，我们家将富贵一生，还有爸和我的政治道路都将前途无量。我来了，弹一首歌，你拿我怎么办？小浩，你既然是重生者，那你是死了才回来的，你才30多岁怎么？我33岁那年台风登陆，为了救一个村民，被墙砸到了半个身子。闭眼前，我摸到了一枚玉佩，随后就传到了这了。张浩的话对于张安平夫妇无异于晴天霹雳，陈秀的眼泪瞬间夺眶而下，忍不住一把抱住儿子，痛哭流涕。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天注定我命不该绝。我这不是回来了吗？这是好事啊，你们应该开心才对，这是老天对我的奖赏，而且我可以改变命运啊。对，老天保佑，老天保佑。既然那块玉这么灵异，那我们要尽早掌握在自己手里才对。这件事不着急，20多年后那块玉还在王建军手里，说明那块玉到那时都没人看出来它的神奇之处。那就好。不过我们老张家马上就在神溪县也算小有名气了吧？父子双科级干部，以后指不定能上副处。我都重生了，你就这么点想法？爸，眼光长远一点，副处就满意了。什么？你的意思是我还能摸到正处的天花板？爽！再大胆点。儿子，后面20多年的大趋势、方向和大政策，你都能记住？能记住一些，包括很多领导的前途发展。爸，你也知道朝中有人好做官，所以我要帮你寻找政治背景。任何社会关系都是需要钱去维系，首要任务是先改善家里经济情况。我知道你们小时候都是苦日子过来的，勤俭节约是美德，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要改变自己的习惯，该花的放手去花，不用担心不够的问题。我来挣，但是我现在需要本金。我们不怎么会赚钱，难道还不会花钱吗？现在开始，家里的钱就交给你来支配，需要就跟你妈说，不够我去想办法。最后，张浩再次告诫父母，今天的话只有他们一家3口知道，重申这件事套路出去的严重后果。不过接下来就让张浩苦恼的事情来了。爸妈，打个商量，我能不能？不能，学还是要上的。要是你为了请假跟我俩在这装重生怎么办？别以为你老爹傻。张浩无奈，不过他也清楚这是必须要经历的，就当体验一下学习时光吧。小学的同学和老师里，除了几个在体制内的，其他都不记得名字。随着上课铃响，语文老师赵美玲走进了教室。同学们好，请坐。要不是知道眼前的班主任是什么德性，还真被他的外表迷惑了。记得他后世因威胁学生，向学生家里索要好处被举报，开除了公职，好像还进去了。来，重新分配一下座位，范浩填上第1排。你爸昨天给老师的新手机真不错，还是个触屏的。老师，那旧的呢？旧的老师放转，以上撇了。来，王双清也回第1排。你的补课费你爸刚交给老师了。还有，赵美玲看到请假许久的张浩来了，想到自己通情达理的批了那么久的病假，他家里到现在还没有表示，心里已经想好索要好处的办法了。张浩，谁允许你上课睡觉了？
赵老师，我下课到我办公室来，我让你看看昊天爸爸买的手机。下课后，赵美玲义正言辞地教育了几句张浩，要求请家长来学校面谈。张浩也明白这老货什么意思，随后借班主任手机拨通了张安平的电话，并嘱咐老爹来的时候带着录音笔过来。下午3点，张安平出现在赵美玲办公室，听到张安平的自我介绍是乡镇领导，赵美玲的内心不禁反省。太好了，没想到张浩爸爸原来是条大鱼啊！我说张家长，你家张浩除了学习不行，纪律不行，还经常上课睡觉。孩子再这样下去的话，人生就要毁了。来之前听了张浩的嘱托，张安平表情阴沉，一言不发。我的建议是，你们今晚有空的话，可以带上张浩来我家，我给他做一下思想工作。但是我比较建议他平时来我家补课，他的基础确实不太好。那赵老师，你看平时补课的安排是什么样的呢？我一般都是教自己的学生，收费也比别的老师便宜得多。如果是周一到周五晚上补课，一个学期4800；双休日补课的话，一个学期6800。如果孩子爱学，可以平时晚上和周末一起，只要8888。好成绩带回家，轻松你我他。好家伙，最便宜的也要自己2个多月的工资了。赵老师，真给你添麻烦了，晚上先算了。这事我得回去跟孩子他妈商量一下，等我们商量好了，过2天再来打扰你吧。张浩再不补课，语文成绩我就不敢保证了。张浩爸爸，你要好好考虑一下才对。赵美玲感觉不能逼得太紧，至于张浩的成绩，那还不是他想给几分就给几分吗？如果张安平这么不识趣，赵美玲有的是办法给张浩小鞋穿。放学后，张浩无意间看到学校门口挤满了人的油炸摊，不禁感慨到生意真好。突然张浩脑袋里灵光一闪，回到家后看到张安平正在等他。捡到钱了，这么开心？比捡到钱还开心。赚钱的法子有了，而且成本不高，但是需要人手。什么生意？说来听听。炸串店。炸串这玩意儿能挣几个钱？爸，你还真别不信，后市炸串摊和炸串店多的时候，有些生意好的摊子一年还能赚个几十万呢。这5毛1块的炸串有这么值钱？不过看着儿子自信的神情，也想到了儿子现在不是原来的小孩子。好，那我们就开炸串店。你需要什么人手？要几个？我给你找。但是你的计划佐料说给我听一下。首先，我需要你们去我学校对面租个店面，我记得有好几个空着的，最好是正对校门，学生出来第一眼就能看见的。其次就是我需要1-2个人帮我去我经常吃的那个炸串摊蹲点，记性和算术好点的不用太仔细，大致记住他们一天的营收数据就行。我们给他们酬劳，大概需要1个星期。最后，我打算聘用他们夫妇来帮我们打工，而且我相信他们也愿意来。租的地方我知道，很多生意看的就是地段，但你为什么一定要用这对夫妇，并且这么肯定他们会来帮你打工？他们自己干不好吗？我找人记他们的数据是要计算他们平均每天的盈利情况，我好给他们开工资。至于我为什么要用他们，20年后还是有好多人怀念他们的炸串，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酱是秘方吧。而且马上县里会对路边摊进行整顿，会把餐饮类和其他摊位进行整合划分，划出一块区域给他们经营，而不是路边随意找个地方都能做生意时候了。这也算是无意中给我们清理了附近区域的竞争对手。可以说到时候至少有一段时间，我们相当于垄断了2小附近的炸串生意。张浩很有自信，因为2000年初这个时代，大部分人还是想着上安稳班赚安稳钱。他很自信的估计，至少有半年到1年不会出现竞争对手。好，听你的。话说回来，这录音笔里的录音怎么处理？那就用它给你换一个晋升机会，不仅要让赵美玲身败名裂，还得让教育环境大换天。一个小小的科长重生回到12岁，只因没有交补课费，就被语文老师穿小鞋。重来一次的他提前了老爹准备了录音笔，把这罪证清晰的录了下来。你家张浩上课除了睡觉就是走神，再这样下去，我很难保证他语文能及格啊。要是晚上没事来我家补课，一周只要8888。不过你要是像昊天爸爸那样送一台新款手机，张浩的成绩也不会太差的。赵老师，我上次也送了呀。不可能，这事我指定不会忘。那挂历你没收到吗？原来那是你拿来的啊！我还寻思谁充话费送的。我说张浩爸爸，你想让孩子进步就得拿出态度来，这事不用我多说吧？你这个班主任可真是个做生意的人才。我下午听到这话的时候，都想去跟常务汇报这事了。这些老师不好好教书育人，整天想着怎么在学生身上捞钱，完全背离了自身的工作职责。爸，你说什么？为什么跟常务汇报？县里管科教文卫的副县长呢？原本分管科教文卫的周副县长调到隔壁县级市临江市任常务副市长了，新的副县长还没到位，科教文卫工作由我们常务副县长暂时分管。好啊，正好瞌睡了，给来个枕头。政委如何有正当理由上门找常务而苦恼？这个理由不就送上门来了？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吗？爸，这是得跟常务汇报，应该是举报，但我们不能公然举报。这样，首先，
第二天上午，张安平来到了县政府常务副县长谢远昌的办公室。安平啊，你来就来，还带什么东西啊？谢谢，今天特地跟您汇报一下最近云水县的教育工作进度。你个安平，我好歹也算是你老婆秀丽的远房表叔，在我这放松点，有什么事直接说。领导，我这昨天碰到一件事，我个人不确定定义为公事还是私事。张安平也不藏着掖着，拿出了那支录音笔。这是我昨天跟我儿子班主任对话的录音。补一次课要大几千，他说不补课就给穿小鞋，甚至还扬言说教育局部门都是大傻叉，没有人能治他，其中还特别重点强调了您的名字。谢远昌本来就是教师出身，很在乎别人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看法。安平啊，你感觉这事该怎么处理的好？领导，问您一个事，您是不是马上要高升了？哎呦，我这件事谁也不知道，没想到你消息挺灵通啊。不过也快公布了，是到青石区任区长。恭喜领导，我觉得吧，这事也不一定是坏事。你觉得这事不是坏事？首先，这事其他人不知道，那么主动权一定在我们手里。那领导您可以先发制人，以我儿子班主任赵美玲为导火索，对全县全范围教育环境和教师作风问题进行治理整顿。不仅要搞，而且要声势浩大的搞，把这件事搞得全县都知道，彻底断绝神县的教育不良之风。谢远昌惊诧地看着眼前的张安平，分析得如此到位，不由得激起了爱才之心。以前怎么没发现这个远房亲戚是个中官大局的人才？回到家的张安平吓出了一身冷汗。一个小小的副科级乡镇干部给一个县的常务副县长提意见，并建议整顿教育圈。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是人干出来的事情吧？张浩看着一脸紧张担忧的张安平，捧腹大笑。上一世你在科级徘徊了20多年，到最后想要个副处退休都没给你，只拿了个4调待遇。谢远昌也原地踏步了多年，最后给了个市政协副主席，草草离场。你们上不去，是你们能力有问题吗？那是提拔了溜须拍马的，冷落了当牛做马的，整治了单枪匹马的。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没有伯乐，再好的千里马都只是一匹普通的马，没有后台和背景，再有能力的人也只能泯然众人。你后来真的只是一个乡镇科长？嘿嘿，很多道理都是以后的你告诉我的，只是现在你还没到那个思想高度。几天后，常委会上，谢远昌一反平时温和的常态，强硬地提出整顿神溪县全县教育环境、清扫教师不良作风的建议。县委书记崔定邦亲自带着录音笔来到了市委书记李建海的办公室。胆大妄为，胆大妄为啊！污蔑学生，公然进行软威胁，向学生家长索贿。听这人字里行间的意思，这么干的还不少，这种事还已经形成了一个市场了。根据我们县常务副县长谢远昌调查，涉及教师人数确实不在少数，而且大部分都不是自愿参加的所谓补课。之前有听说现在补课风气盛行，原本以为是家长重视教育，没想到竟是成了不良教师的敛财手段，真的是胆大包天！你立马去盯这件事，不要让这群社会败类再侵害祖国的花朵。此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张浩正准备着自己的小店面，卖设备、桌椅和食材，加上房租，总共花了3万8。随着小学生大军走出校门，炸串店从几个人排队渐渐围得水泄不通，火爆直接持续到了傍晚6点。应柳韵在店里核对起了账目。应柳韵是张浩表姐，专门请来管账目的。今天总营业额3458元，盈利1750元左右。看到这个惊人的盈利，王龙夫妇也惊呆了。原来我们俩一天的业务500都算不错了，拐角的人流量也不少，怎么会差了这么多？陈秀丽确定账目无误，看着装着一脸懵懂的张浩，打算等会回家问问儿子原因。回到家时，张安平已经到家了。爸，猜猜看今天店里赚了多少钱？能有多少？第一天可能多点，400就不错。不对，那最多600。拜托，你胆子大点好吧？什么？不会有1000吧？那比我半个月工资还多了。要真这么多，我和你叫爹。行了，别跟你爸打哑谜了。今天店里盈利1700多，将近1800。什么？这么多？原本以为能年收入翻番就很不错了，按这情况，半个月就翻1番了。这1年下来得多少钱呀？这才哪到哪？瞧瞧你们这没见过钱的样子，过几年用1万块给你们赚几个亿回来。刚才你说的那个和我叫……你个混小子，你还真让我和你叫爹啊！小浩，为什么今天的营业额会跟王龙夫妇摆摊时候差这么多？这原因有点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店面比较宽，能接纳的人群要多得多，而且我们用的煤气灶火力大，这就加快了炸串出锅的时间。还有炸串的主要客源是学生，家长想吃也不会和孩子们一起抢，咱们点餐环境比较好，所以没有这个尴尬了。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王龙夫妇了，他们俩可是活招牌。
你有这么好的经商天赋，我以后竟然会逼着你从政，我真是傻子呀！不是我有多好的经商天赋，只是现在这年代赚钱的真的比20年后简单太多了。有后世的经验，换谁来现在这个年代都是经商奇才。我只是沾了后世那些思维和信息的光。对啊，那20年后的房价怎么样？是不是和我预料的大跌？你住院前房价有点小涨，我刚把咱们家的房子都卖了，卖了5万块钱，等过几年跌了再买回来。我真他娘的是个天才。我说咱家怎么突然多了5万块钱开店，原来是这么来的。不过你开心就好，毕竟现在的我赚钱容易。第二天，县政府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电话，大多都是学生家长打来的。一时间，整个神溪县群情激愤。老谢啊，这次是多亏了你啊！新省长马上就要下来调研，虽然说不一定遇上这种事爆雷，但把这种危险扼杀在摇篮中，总归是好事。主动总比被动要好得多。晚上老地方，我一定要好好敬你几杯，大家都来。晚上一定来，但是各位，我们不能忘了一位功臣。这次教育整顿其实是他的主意，只是级别不够，所以跑来跟我提的建议。是哪个干部？他的眼光很有预见性啊，能从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看到问题的本质，这是个人才。就是给我提供录音的张安平。张安平啊，云水乡的宣传委员，没想到这小子这么有远见。我记得他提拔起来也就这2年吧。对于这样嗅觉敏锐、眼光独到、思想正直的优秀干部，我认为应该重用，该表扬的表扬，该提拔的提拔。老谢说的没错，张安平这次立了大功，确实该提拔。等这次整顿行动结束，咱们论功行赏，张安平同志当论首功。随着证据一天天地收集，身为导火索的赵美玲也觉察到学校内不同寻常的氛围。那件事传的就是他吧？吃那么多也不怕撑死，真是人不能只看表面。别说了，一会儿让他听见了，这2个八婆指定又说我坏话呢，让我知道了，看我不扯烂你们的嘴。回到家，发现在另一个学校任职副校长的丈夫愁容满面，口气很差的说道：“现在县里正在打击教师补课问题。”怕什么？补课又不违法。再说了，是他们自愿补课的，咱们可没有架着刀逼他们。我们那些补课学生怎么来的？别人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吗？当初我让你别搞这么多学生来，你不听，你倒好，拿着一堆往年的破试卷给他们做，就算完事了。我不是看其他老师都这么干的吗？而且我的定价确实比其他老师要低呀。他们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吗？他们吃屎你吃吗？我看你就是钻钱眼里去了。这也不可能处理我一个人吧？现在全县开补习班的老师比比皆是，法不责众，最多就是给个处分吧。但愿如此吧。晚上开始你把课停了，联系家长把剩下的钱都给家长退回去。明天我去教育局探探口风，你正常上班就行。哪知第二天一早，赵美玲刚到办公室就被2名警察拦住。一个小学班主任1年狂揽1000万补课费，只因拒绝补课的学生从来不及格。不补课的作文全给我0分，我看你们补不补课？补课的话也是给他们做一些往年的破2手试卷，简直是一本万利呀！想着再敲一笔的赵美玲，这次却踢到了铁板。重生者的一支录音笔让她彻底崩盘。第二天，2个警察便找上了门。赵美玲，你以补课为由涉嫌欺诈他人财物，并且财物金额巨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违法犯罪，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我喊你说这种话，你在湖中生有，暗度陈仓，凭空想象，臣夫捏造，无言无语，无可救药，你是永无止境。你就说该不该抓？一个语文老师就这点词汇量，还强迫人家补课，能学到个啥？所以说呀，安安稳稳教书育人才是我们当老师该做的。你看，都是喝茶，我坐办公室，他坐审讯室，同样一件事，环境不同，心情不同，就连这茶的味道也不同啊。妙啊，吴老师，你也是个老阴阳啦。那还用你说？在教室的张浩看到赵美玲迟迟没来上课，就知道多半是凉了。敲竹杠敲到我头上来了，这不纯给自己找不自在吗？上一世你常说吃不上饭，这次学生送你包吃包住，吃喝不愁。张浩的炸串店生意一如既往的好，每天盈利均在1500以上，短短10几天左右，所有投入的成本就赚回来了。这天，一个重磅消息传开了，新省长要来海市调研，这正是张浩下一个要抱大腿的对象。原本计划1天调研完的海市，因为一个教育整顿消息，竟然让省长决定再去神溪县看看究竟是什么人才。神溪县动作很大，听说已经处理了好几个校领导和教师，不像是走流程的样子。省长、海市的李家海书记和林安年市长就在楼下，是否把他们请来了解一下情况？不必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跟高秘书长说一下，我们暂缓去华市的行程，先去趟神溪县。
县委大院大会议室，开门见山，我也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也是临时决定。听闻神溪县这次教育整顿、整改工作干得如火如荼，所以过来凑凑热闹。这次事件你们虽然有过，但功大于过。等调研结束，我会跟赵书记汇报此事。你们神溪县这种精神是典范，值得学习和褒奖。得到省长的肯定，让一众神溪县领导激动不已。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政绩啊！远昌同志，我听说这件事起因是一个乡镇干部向你汇报而起。是的，省长，是我们神溪县云水乡的宣传委员张安平同志先向我汇报的，并提出整顿教育问题的建议。听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见一见这位能有如此思想觉悟的张安平同志了。此时的张安平正跟旁边有一句没一句的聊着，丝毫不知破天的富贵道：“我说老哥，你能不能把你的手机音乐关一下？”不好意思啊，这手机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响了，咱们接着说。炸串炸的时候油一定不要太热。安平同志，省长有请。哦，怎么才喊我过去啊？好了好了，下次再聊啊。什么？这人不是炸串摊老板吗？竟然和省长还有交情！天啊，早知道要个联系方式了，我这是错过了什么？省长好，各位领导好，我是张安平。省长随便询问了几个问题后，觉得这个张安平是不可多得的人才，组织就需要张安平和谢远昌同志这样敢想敢说、敢打敢拼、敢做敢当的同志，适当的加担子，有利于干部的进步。小张，好好干，我会关注你的。哦，好，保证不辜负省长厚望。等众多领导走了之后，崔定邦也恢复了身为县委书记的威严。瞧瞧你们的样子，晚上神溪大酒店，所有人都去，必须超标。说超标自然是崔书记请客，众人难得看到崔书记不正经，这次不仅得到了省长的认可，而且省长还要拿他们当典范宣传表扬，这可是璀璨的政绩。张安平着急忙慌地回了家，看到张浩正在几天前买的电脑前打着游戏。天哪，省长说会一直关注我，那可是省长啊！不知道他爱不爱吃大鹅，改天给他送一只过去。我说老爹，你真认为人家省长会天天关注你一个小小的副科干部？副科怎么了？你做一个试试。省长可是当着市委书记和市长的面说的，还有县领导班子全都在场。好好，已经很不错了，至少你现在给他们留了一个印象，等做出成绩了，他们会开始重视你的。小张同志，不着急，慢慢来。是，领导多多指导。等等，咱俩谁是爹谁是爱？闹反天罡！当天晚上，压抑了许久的众人都放开了。酒过三巡，谢远昌来到崔定邦身边。书记，出去来一根。崔定邦知道谢远昌平时抽烟抽的不多，一定是有什么事要说。走，出去抽一根。崔书记，您对张安平这个同志怎么看？这是一个好同志，我挺喜欢他的。这张安平还是我一个远房亲戚，按辈分，他得喊我一声表叔。哦，你俩还有这层关系？书记，您别误会，我来神溪县4年了，张安平除了求我办过一件小事，其他的他都是在认真负责的做事。我很喜欢他的这种自我拼搏的精神。我说起他没有别的意思，但是张安平在我看来属于可造之才呀。哈哈哈，老谢呀，你别紧张，我也不瞒你，实话跟你说，这段时间我也了解过张安平这个同志，他确实值得培养，但不是看你老谢的面子上。书记，你也知道我的任职公告已经出来了，要不是他的家在这，我都想把他一起带到青石去了。以后我让他多向你汇报工作。年轻人嘛，确实应该多锻炼。你走以后可以让他多来找我汇报工作。只是张安平现在是云水乡宣传委员，这个职务向您汇报太低了，起码得乡镇副书记，您看是否往上提一提？哦，你个老滑头，还说你跟张安平的关系不亲近，原来在这等我呢。书记，您别误会，我是真欣赏张安平啊，他的每一项成绩与荣耀，我这个当老师的也与有荣焉。老谢呀，开个玩笑而已，您就别拿我打趣了。书记，您看张安平的那个副书记，什么副书记？这明明是正书记啊！郑书记，书记，你今天这是给我一个惊喜是吧？哈哈哈！之前我就说过，张安平同志这次是首功大功，你以为我是在说笑？他在云水乡任职也有2年多了吧，已经达到提拔的任职条件了。而且省长临走前不是说要我们给张安平这样的优秀同志多加担子吗？宣传委员提了副书记，不还是副科吗？只能算是加担子，副科提正科才叫加担子。那我就替张安平同志先谢谢书记了。没几天，张安平就接到通知，来到了县政府。蜂蜜，常务现在有空吗？安平哥来了，常务现在在崔书记办公室，您先休息一下，常务回来我通知你。好的，蜂蜜。安平哥，以后叫我志远就行，叫蜂蜜太生分了。风志远这是咋了？就算省长和我说了句话，但也不值得风志远到喊哥的程度啊！过了大概10分钟，谢元昌从崔定邦办公室回来了。知道我今天叫你来干嘛的吗？不知道。
还是那么小心谨慎？你自己心里没点猜测？我这媒人大胆说。领导，我是不是要进步了？密探又急。不过在体制内，没有人不想往上爬。俗话说得好，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好官要官自古以来就存在，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自己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请教谢远昌的时间不多，但是家里不还有个小军师吗？以后抽空就请教儿子。如果张浩不教的话，就锁了他的电脑。反正现在张浩还打不过我。谢远昌看着张安平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也暗自点点头。如此可教。县里决定提拔你任乡镇党委书记一职，除了3个处级乡镇你只能任镇长，其他乡镇让你自己选，这是崔书记对你的嘉奖。真的吗，领导？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又急。今天喊你来，也不单单是告诉你这个消息，我马上就要离任了，离任公告已经出来了，想必你也知道了。过完年我就要去青史去了。张安平本就是重情义之人，听到他马上要离任了，心中伤感。有数。我是上任，不是走了，还有工作的时间称职务，马上就要当乡镇一把手的人了，怎么还不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一定不会给领导您丢脸的。我调任以后，你可以多向崔书记汇报工作。这次没有崔书记拍板决定，你也不大可能上得了乡镇党委书记一职。他也很看好你，以后不管工作上还是私底下，对待他要比对待我更尊敬。他对你也有知遇之恩。我知道了，领导。还有，这次我的秘书封志远会跟你一起下去，给你当副手，这也是崔书记的意思。他比你小2岁，为人机灵，做事也诚恳踏实，任劳任怨。但是他的家庭在陕西，孩子还小，我也不好带他去青石。他能下放也是关系到他的前途，给你当副手，你可不能亏待。以后有机会多关照他。在谢远昌办公室谈了将近1小时，出来后看见封志远正等着。安平哥，张书记。志远，现在还没有出公告，你还没有考察，你现在喊我书记太早了。而且你下放也是书记，那我是不是要提前喊你一声封书记？那我还是喊你安平哥吧。你这个同志，工作的时候要称职务。不开玩笑了，在我们任职公告出来之前，原来我们喊啥就喊啥。工作上你喊我张委员，我还是喊你蜂蜜；私底下我就喊你志远，你喊我一声安平哥或者安平都行。好，那张委员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志远，常务应该跟你有说过了，我们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心协力，好好做事，不能给领导丢脸呀。以后我就是您手底下的兵，您指哪我就打呢。一块古老玉佩，让体制内的我重生回到12岁，开局就和父母坦白重生者身份，看我如何帮助我那废物老爹当上国1级大佬。上集说到，张安平听取儿子的建议，竟真的获得了省长的青睐。没想到第2天就连升2级，成了乡镇党委书记。省长临走前说加担子，升到副书记只能算是加担子，正书记才是加担子。还是书记分析透彻。回到家的张安平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短短半天就从一个宣传委员提升到了乡镇党委书记。你老爹发什么神经？应该是提拔了，刚提拔副科满打满算也就2年左右，这就又被提拔了。我说老爹提个副书记就激动成这样了。什么副书记？听好了，从今天起，你老爹就是乡镇党委书记，乡镇党委书记啊！张浩这次失算了，原本以为能给个一类乡镇的高配副职，等到过几年后时的自己熟悉几位县领导来了，再去跑关系上付出，没想到这一系列计划都落空了。张安平这次整整提前了10年，果然是风浪越大鱼越贵。正当张安平一家喜不自胜的时候，云水乡却发生了一件惊动神溪县政界的事情。爸，你怎么假发都不带就出门？出什么事儿了？我们乡党委书记徐阳明和乡长吴辉在同一天被实名举报了，现在乡里乱作一团，还有人在闹事。县里要求除了他们俩，全部接受调查。就连上辈子没有的教育整顿，都改变不了历史的滚滚车轮吗？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我原本以为有这次教育整顿事件，你们乡里就不会再发生这事了。看来有些事情注定改变不了。他们两个怎么回事？他们俩的矛盾，你应该比我清楚吧？清楚啊，基本上只要他俩在同一个地方，基本不是争就是吵。徐阳明这个人行事作风比较霸道，吴辉比他好点，但也好不到哪儿去。两人拉帮结派，因为利益分配问题，不知道吵多少次了。如果事情跟上辈子没有偏差的话，那他俩其实是互相举报的。啥原因呢？这次实名举报事件是因为双方互争河床清淤疏浚项目，吴辉联系了水利部门申请并通过了河道清淤疏浚方案。河道里的石子是上好的建筑材料，不仅清理赚钱，连清出来的石子也能卖钱。哪知徐阳明趁着吴辉还在外面打野，想要偷家，找了人想要吃独食，被赶回来的吴辉发现，越想越气的吴辉
辉找了人对徐阳明进行了实名举报，而徐阳明也不知道从哪得来消息，也跟着找人把吴辉给实名举报了。双方都递上了对方帮派成员大量贪污腐败的证据。张安平听完张浩讲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对徐阳明和吴辉这两个腐败分子也是无语了。为了捞钱，真的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难怪之前班子会议能讨论那么多的项目，合着都是变着法子在捞钱。其实这种事情并不少见，工程给谁做不是做，主要他俩太贪太急功近利了，不要参与其中，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就好。县里用不了多久就能查明事情真相，这件事很快就会过去，到时候云水乡班子基本会换个遍。县纪委监委信访室里，纪检监察2室的主任吴晓峰给张安平倒了杯水。张委员，根据我们多方调查，你没有参与此次事件，但你是云水乡宣传委员，我们需要跟你了解一些情况，所以百忙之中把你请来，请你见谅。吴主任，你客气了，配合纪委工作是每一个党员干部应该做的，有什么问题就问吧，我知无不言。好，那我们就开始工作。出了纪委的张安平总算是松了一口气，虽然自己没犯错，但见了纪委总感觉瘆得慌。正打算中午回家吃饭，风致远的电话又打了过来。喂，蜂蜜，常务有什么指示吗？张委员，常务让您下午上班来一趟县政府。下午2点，此时的谢远昌办公室没别人。你们云水乡真给我们出了个难题呀！徐阳明和吴辉这两个家伙胆子实在是太大了，把一个乡镇当成了自己的自留地，想干嘛干嘛，还近乎把整个班子都搭上了。常务，您消消气，这不是要处理他们了吗？这帮人的后果可想而知。现在问题就出现在这里，县里对全县干部调整已经确认的差不多了，现在出了这一档子事，把干部调整的计划全打乱了。是整个班子都要处理？一个班子12个人，就你跟另外一个刚提拔的副乡长没问题，其他人拉帮结派蝇营狗苟。因为这次事件，你可能不能自由选择任职乡镇了。云水乡，这也是崔书记和何县长的意思。不过崔书记认为这是对你的食言，他做主分配给你2个班子名额，支持你的工作。你看看人选，乡长就不用想了，只能是副职。领导，如果没有您和崔书记，我只是个没背景的小副科，包括这个副科也是承蒙您照顾，帮我争取的考试资格，能直接到乡党委书记这个位置，已经算一步登天了，我很满意了。心里该说的我都说了，别在我这待久了。崔书记让你跟我谈完话，去一趟他那，记得尊敬点。进了办公室，张安平在崔定邦面前笔直站好。崔书记，张安平前来报道。安平同志来了，别紧张，常务都跟你说了吧，你个人是什么想法？我是领导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坚决服从组织的一切安排，感谢各位领导对我的信任。哗哗哈，说起官腔来一套一套的。崔书记，我说的话都是真情实意，没有半点弄虚作假。放轻松，又不是让你站军姿，我相信你说的话，但这次只有你能担这个担子，任重道远，有信心干好吗？崔书记，我保证努力干，尽力干，拼命干，争取不给您丢脸。崔定邦很喜欢张安平的坦诚，他没有1、2把手的经验，突然让他主持一个全都不了解情况的班子，更是难上加难。好好干，先把云水乡的情况稳下来，带班子多熟悉工作和情况，其他的有什么难处尽管来找我。你的2个副职决定好了吗？加上谢常务秘书小峰的1票，这很重要，有利于你工作的开展。崔书记，能否容我回去问问我儿？什么？不是。崔书记，能否容我考虑2天？去吧，给你2天时间，确实应该好好考虑和考察一番。贸然决定容易出错，决定好跟常务汇报。安平啊，你准备好年前上任？书记，常务告诉我是年后上任啊。我知道老谢的想法，我会单独安排云水乡班子先上任，恢复正常工作，当做给常务的离别礼物。记得别跟他说，给他一个惊喜。谢谢书记。张安平出了门，抹了一把红了的眼眶。从小到大，除了家人，头一次感受到领导和长辈般的关心和温暖，我一定不会给他们俩丢脸的。回到家的张安平立马就找张浩谈关于复职的事。张安平在单位熟悉的人挺多，但都是泛泛之交，还真没几个了解比较透的。沈海，你认识吗？是在招商局管招商发展科室的那个沈海吗？对，沈海在我回来那会儿已经是恒丰镇党委书记了，是我后世的领导。这个人情商高，能力强，踏实肯干，也没什么背景。后世的你跟他关系很好。行，我晚上约他出来聊聊。那还有一个呢，你有什么推荐的吗？最好是个妹子。话说，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妹子，老爹你想啥呢？你现在是找左膀右臂，不是3妻4妾。崔书记和谢常务有没有说过复职的是哪个职务？没说，应该是等我确定好人员，再根据履历觉得担任哪个职务。给宣传部长吴烽火吧，你以后很多决策也少不了县领导的支持。他儿子在后市跟我认识，差不多该到提拔时间了。吴烽火肯定也想帮他儿子争取个岗位。那我请吴烽火吃个饭，毕竟现在他还算我分管领导。你提携他儿子，还要你请他吃饭，给他打个电话，隐晦的表达一下他就知道。
知道了。如果这都听不出来，那他教出来的儿子也没多大本事。说做就做，张安平直接找出吴烽火的电话拨了过去。安平啊，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吴部长，你也知道我马上就要调动了，感谢您平时对我的照顾，有一件事想跟您商量商量。您看您和贵公子吴北方便吗？晚上有没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哎，安平，你马上要上任乡镇党委书记了，理应我请你。收员私厨，晚点你直接过来就行，我先通知一下吴北。一块古老玉佩，让体制内的我重生回到12岁，开局就和父母坦白重生者身份，看我如何帮助我那废物老爹当上国一级大佬。上集说到，张安平连升2级，还获得了2个复职名额，便让重生回来的张浩选择了2个靠谱的人，其中一个便是张安平的领导，宣传部长的儿子。晚上5点半，张安平按吴烽火发的消息，准时到了龙源私厨666包厢。不好意思啊，吴部长去接了下儿子，迟到了。哈哈哈，没迟到，这不5点半整吗？我们也刚到。这位是吴北同志吧？你好，我是云水乡的宣传委员张安平。张委员您好，我是吴北，现在在人事局公务员管理科任科长。哎，我是吴部长手下的兵，这样我虚长你几岁，不介意的话，我喊你小北，你喊我一声安平哥就行了。应该的，安平哥，您喊我小北就行。得亏来的时候特地嘱咐了吴北，对待张安平不能像跟其他乡镇干部一样，这次可是关系到前途问题。行了，我们入座再聊吧。等菜上齐，张安平与吴烽火象征性的聊了一会儿工作上的事情，吴北全程吃着菜，竖着耳朵在听。部长，小北今年几岁了？工作几年了？让他自己说，别光吃东西。你安平哥问你话呢。人家明明问你的好吧，还有不是你让我多吃菜少说话吗？安平哥，我今年27了，工作3年多2、3个月了。那小北不是已经满足提拔的条件了吗？部长，你没给小北看看？我跟张部长聊过这个事情，上半年刚调整过大部分单位，即便一部分干部上了正科，但空出来的副科位置不多，连党委委员的名额都没一个。吴烽火边说着边看着张安平，好似在等张安平开口说出他想要听到的话。部长，是这样的，崔书记给了我2个复职名额，基本就是在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这2个岗位，我看吴北就很适合嘛。您是宣传部长，小北是人事局的科长，不管是宣传委员还是组织委员，我感觉他都能远胜常人呢。安平啊，以后这臭小子就交给你了，不听话跟我说，我给他腿打折。多的感谢话我也就不多说了，一切都在酒里。你安平哥要提拔你了，还不给你安平哥敬酒，饭桶吗？光顾着吃。我没在吃啊，我这不刚准备敬酒呢吗？安平哥，谢谢您的提拔，您以后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您看我表现吧。哎，小北，以后咱们共事要团结一心，共同进步。结束了饭局，张安平联系了沈海去如意茶楼。沈海，你今年几岁？工作几年了？我今年30，工作也有6年了。这就是差距。吴北工作3年，当了人事局科长；沈海工作6年，也就是个招商局的科长。虽然都是科长，但真的不在一个档次。这就是背景和人脉的重要性。沈海，脚下的位置有没有兴趣动一动？张安平没有直说提拔的事，似乎想考考沈海的心性。我能问下，如果我去乡镇，任什么职务吗？停掉。沈海脸上闪过一丝失望，他也知道张安平只是个副科，怎么可能把他提拔起来？张委员，你为什么会选我？说句不好听的，我们之间并不是很熟，除了工作上有几次交集，我们私底下没什么交情吧？你跟平岭乡的组织委员，还有大丰乡的宣传委员关系都挺好吧？我跟他们也都是朋友，他们偶尔都会说起你。这次刚好有个名额，我这边没好的人选，就想起了你。他们几个在后社本来就是多年的老朋友，即使张安平现在跟沈海并不熟悉，但过不了多久，他的乡镇朋友就会带着沈海来认识。张委员说多了都是在自吹，我会用工作证明的。好，我相信你，过几天上任送你一个惊喜。隔天，张安平到谢远昌办公室，把沈海和吴北2个人报给了谢远昌。谢远昌不知道沈海，但他知道吴北，他很欣慰地看着张安平。张安平对很多东西都无师自通一般，知道让出一个名额给吴烽火的儿子吴北，以换得一个县委常委以后对自己工作的支持，很老成的做法。3天后，在云水乡又贴出一份干部提拔名单，张安平拟任云水乡党委书记，封志元拟任云水乡党委副书记，沈海拟任云水乡常务副乡长，吴北拟任云水乡组织委员。张安平一下子成了全县关注的焦点，从宣传委员到党委书记，一步到底，让大家众说纷纭。还有一个惊愕的人就是沈海，同单位消息灵通的同事纷纷进来恭贺。沈科长，不，沈乡长，恭喜啊！沈乡长真是真人不露相，以后还要靠沈乡长多多照顾了。乡长，什么情况？你被拟任提拔为云水乡常务副乡长了。沈海犹如晴天霹雳，全身血液沸腾，想起张安平前几天那最后一句的惊喜。不是平调吗？
这明明是迈了2步啊！那云水乡党委书记是谁？你都提拔了，连自己领导是谁都不知道吗？啊，也对，你连自己提拔了都不知道。即将担任云水乡党委书记的是原宣传委员张安平。张安平现在市县领导眼中的红人，是重点培养对象，跟着他好好干，前途不可限量。当天晚上，沈海拎着礼品敲响了张安平的家门。嫂子你好，我是沈海，张书记在家吗？稍等一下，安平他在辅导孩子做作业。好的，好的。沈海看到张安平，立马站起身，恭敬喊道：“张书记，沈海来了，别客气，坐。”张书记，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激您才好，您真是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沈海啊，还是那句话，我看重的是你的人品和能力。你如果真要感激我，就要看你以后工作的表现是不是让我满意。我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望，这可是你跟我的保证，那就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了。这次情况比较特殊，时间紧，任务重，年前可能就要就任，熟悉一下环境。你没有过乡镇任职的经验，这几天多了解一下。没问题，书记，我回去就找人请教。打算告辞的时候，张安平从一堆礼品里拿出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去。张书记，就是一点小小的心意，一来就犯错，我知道你心存感激，避免你心里不安。水果和茶叶我收了，这个拿回去。你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就是对我最大的感激。县委大院，谢远昌来到崔定邦的办公室做最后的道别。崔书记，您可真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呀！这事您竟然让何县长他们瞒着我也是才知道。花，老谢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马上就要去青石了，我总不能连你走之前的最后一点心愿都看不到吧？这是我送给你的离别礼物，希望你能喜欢。喜欢，这是我最满意的离别礼物。书记，您费心了。我是农村家庭出身，从乡镇临时工开始，一路走来，从临时工转正到差额事业编制，再到全额事业编制，还有我当初的副科是靠公开选拔考上的。这个是不是听着很熟悉了？除了职位和年限，张安平的履历跟我副科前的履历几乎一模一样，所以他生活工作中小心谨慎，洁身自好，任劳任怨，我不用调查都会相信，因为我能理解没有背景就没有任性的资格，因为我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当我看到张安平的履历时，我感觉看到的是另一个年轻的自己。3天后，风之源急匆匆地进了张安平办公室。书记，县府办的同事跟我说常务要走了。张安平听后眼光一暗，没有多说什么，带着风之源就往县城赶去。就在谢远昌的车驶出县委大院的时候，张安平和风之源已经站在了门口。常务，我们来送送您，您对志远的提携和照顾，志远永记于心，祝您事业蒸蒸日上，工作顺心，万事顺遂。志远，当初我观察了你1个多月，才选定你做我的秘书。你为人聪明机灵，做人谦逊本分，工作也踏实肯干，你是个可塑之才。接下来我不在，我希望你坚持本心，跟着安平好好干。我会的，领导。常务，这几年感谢您对安平的照拂，人生何其有幸遇到您这样如良师般的领导，您的谆谆教诲，安平一定恪守于心。安平在此祝愿您在青石万事胜意，大展宏图，目之所及皆温暖，心之所向皆朝阳。安平，你有一颗赤诚之心，与其说你是我的下属或者子侄辈，不如说你是我最期盼的学生。我很期待你以后的成就，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让我失望啊！行了，别搞得生离死别一样，我是升官了，你们该替我高兴才是。过几天就过年了，逢年过节，你们不会不来看我了吧？我给你们下最后一个命令，志远，我50都不到，还不老，别每次都拿着老年补品过来。还有安平，下次来送大鹅的话，记得宰一下。张安平和风之远被谢远昌的话逗笑了，伤感的气氛也缓和了很多。保证完成领导的指示。张安平和风之源看着谢远昌的车渐渐远去，直到不见，也各自回了家。看到张浩在家看电视，问起了炸串店的生意情况。将近3个月的营业，他们家的存折里多了整整将近16万块钱，已经超过张安平和妻子不吃不喝3年的收入了。找对路子的生意，赚钱真的比流水还快。老爹，以后这10几年是我们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只要找对风口，钱是天上整车倒下来的，可比流水快得多了。你就等好吧。上集说到，张安平招兵买马完毕，也顺利上任了云水乡党委书记。而眼看到了年关，家里的亲戚听说张安平晋升，也都借着拜年的名义凑了过来。小舅，我跟雪燕都已经工作了5年了，想提升一下职称。而且我们学校前阵子不是有几个班主任被免职了，我们俩也想看看能否有这个机会。您分管过教育，跟教育局的领导应该也熟，能否帮我们沟通沟通？这个大表哥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尿性，还每个人2件事，他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不帮。张安平看了一眼张浩，张浩的嘴型表示不帮。前阵子的教育整顿，我很庆幸没有你们和文林夫妻俩的参与，不然你们的前途就基本完了。
教育局长虽然没有参与，但也被县里调整了。我还真不说，过完年再说吧。这点忙都帮不上，白做这么大的官了。姨夫，我很满意现在的工作，但是荣文不想再当老师了，想去政府部门。您看能不能跟人事局那边协调一下，走走关系，去乡镇也可以。带花校的您尽管开口。张安平看着张浩又表示拒绝。从教师到行政岗位，每年都有很多人在走关系，有名额限制，僧多粥少。而且人事局长我也不说，我现在刚就职，一上任就出面帮忙讲我职责和我人际交往范围之外的人球调度，总归影响不太好。等上班我先去帮你们打听一下，具体要看是否还有名额，再做打算吧。看着丁强和赵文玲两人的碰壁，一群人沉默了一会儿，张浩小姑的二儿子吴增宇才选择开口。小舅本来也不想麻烦您，可是别人1年试用期一过就副科长，3年就科长了。我毕业在城建局已经干了也快5年了，还是个办事员，连个副科长都不给。我们分管领导也从来不关心这事，该走的关系我都走了，但是从来没给过回应，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张安平看着张浩表示 OK， 也是暗地松了口气。如果后辈的请求全都拒绝，兄弟姐妹们难免会有看法，多少还是能帮的就帮。我也在城建局干过，他们局长是副局长提上去的，有交情，可以试试。随即拨通了城建局局长周光化的电话。张书记，新年快乐呀！怎么大年30想起我来了？周局，您这话说的，您可是我老领导，大年30我得给您拜年，新年快乐呀！米克安平，笑话我是不是？几年前我确实还是你领导，现在我们平级，可不敢当你领导这个话。周局，当时要不是您在局里平时对我颇为照顾，也没有我张安平的现在。您永远是我领导，以后有什么事用得着我的，您尽管吩咐。好了，我们都是老熟人了，就别客套了，有什么事说吧。周局是这样的，曾勇这小伙子我知道，他好像是设计专业出身吧，专业很对口啊，平时工作起来效率挺高，是个人才，其中层次力也够。不过之前开会他们分管领导也都没提过，也就没关注这事。这样过完正月刚好有个科长要退了，我到时候开个会调整一下。好，那就麻烦周局了。这小子要是哪里不听话或者干不好，您随时跟我说，或者把他免了，不绝无二话。行了，你就放心吧，我什么人你还不知道，这会家里也还有客人在，那我们改天再聊。好了，周局说了，过完年调整，到时候你看一下，安排个饭局，一起吃个饭，该准备的准备，不用我提醒你了吧？没问题，我正月就去预定和准备。太谢谢您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小舅，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但是我可是给周局做了保证，你如果干不好，就自己退下来，也要拿出点真本事来，别给我丢脸，保证完成领导的任务。看着吴增勇的成功，其他几个后辈又恢复了点信心，跃跃欲试。等亲戚走后，张安平和陈秀丽俩把张浩喊到了客厅，问起了为什么要拒绝大部分人的原因。丁强当老师也好几年了，想上个职称，当个班主任也没必要拒绝吧？你这个外甥什么德行？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以后就知道了。丁强为人目光短浅，斤斤计较，唯利是图，自己本身没什么本事，靠分配当了教师，他就知足吧。他这人说句不好听的，要不是自己家亲戚，我都想让你走关系，让他去管后勤了，免得误人子弟。以后他做了什么事让你这么不满？后事丁强具体哪一年叫你帮忙我也忘了，不过你那是帮他解决了，后来当了几年班主任，野心大了，想当副校长了，再次找了过来，你又去帮他斡旋。当时你的意思是走关系，该准备的不要不舍得。丁强当时满口答应，谁知道到吃饭那天他空着手来的，你把他叫到外面询问，他还理直气壮的表示是还没办成，我送什么礼？你气得大骂了他一顿，不巧被你喊来吃饭帮忙的副局长上厕所时听到了，气得那个副局长饭没吃完就气冲冲的走了。虽然副校长不是什么大官，但是想当的人多了去了，你求人家办事，你一顿饭就想把人家打发了，不是瞧不起人家吗？人家求着你去当了吗？然后呢？那件事之后，你当着家里人的面又教训了他一顿，但他还是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把原因归咎到你身上，怪你没有帮他打理好。之后他就基本不跟我们家来往了，要不是大姑要求，他过年还会来一趟，按他自己的想法，早就跟我们家断了往来了吧。陈秀丽听到丁强的为人颇为愤怒，这漠视亲情、不懂感恩的人不值得帮忙。妈，你是想要问为什么拒绝孙荣文的原因吧？陈秀丽点点头。陈文宁一直对他这个小姨很尊重，平时也没开过口，这次难得提了个请求，也被拒绝了，这让陈秀丽感觉很对不起侄女。孙荣文看着一副憨厚老实的样子，其实都是装的。后事是没有这次请求的，因为我爸当时还是云水乡的宣传委员，地位不高，孙荣文也知道帮不了忙，所以没来请求过帮助，走的是另外关系。那也没跟我们家有什么矛盾啊？那会儿是没矛盾，
盾就出在后来，我爸提拔到了云水乡副书记，没想到孙荣文火速提拔，接替了宣传委员的位置。本来想着又是亲戚又是同事，应该配合得很开心才是，但是孙荣文对爸的态度很冷淡，就算跟别人说起来，跟我爸的关系也是没血缘的远亲。到后来，我爸和当时的常务副乡长因为工作争吵了起来，差点大打出手。那个副乡长是书记的人，而我爸当时说好听点是中立派，说难听点就是没背景的人。书记自然是帮自己人，不但否决了我爸会议上的提议，还在会上批评他不注重团结，要他在家反省了3天，之后就把他孤立了起来。包括年底班子领导的不记名投票评分，连着2年都是最差的。后来一次，我爸无意间听到这些阴招都是孙荣文想讨好那个书记，向他私底下建议的。像这种2面3刀的阴险小人，我迟早要跟他算这笔账，还想我们帮他。文玲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人？我的妈呀，你可拉倒吧！陈文玲在我眼里就是个傻叉，分不清是非黑白，纯就是个恋爱脑。所谓的恋爱脑，就是自己喜欢的人说啥都是对的，错的都是其他人。到后来家里因为这个事情也争吵过，陈文玲还感觉她老公受了委屈，跑来我们家跟你们大吵了一顿，之后就跟我们家断了来往，整整10多年没有过来往了。看着自己父母都沉默了，张浩心里一叹，知道他们心里难受，他没把其他更过分的事说出来，不然父母会更加难以接受。其他几个想调学校的都不看看自己儿子什么成绩，让他们考及格了再来，免得给我爸丢人。不过把远州从乡下小学转到城里来吧，其他人就算了。张浩表弟陈远州是张浩小舅舅的儿子，从小一起玩到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两人关系极好。远州成绩一直不错，乡下的教育资源确实不好。爸，这件事当上班头一件大事办，务必以最快速度把远州转学到城里学校来，救助我们家。为什么这么着急？远州在今年上半年会出车祸，差点成植物人，后面醒着回来也有后遗症，必须要快。安平，你马上跟教育局领导说一下，把远州转到城里来吧。也别这么着急，他出车祸也是4、5月份的事情，现在是2月，这个月办下来就行。我正月内就给他联系好，就去2校，你别急。正月里，张安平带着妻子赶到临江市给谢远昌拜年。当看到张安平拎着一袋子处理好的大鹅时，谢远昌一脸惊愕：“你小子还真又送大鹅？我开玩笑的，听不出来吗？”来就来，还拿这么多东西，我们2口子怎么吃得完呢？中午可千万别走，我去买菜做饭，秀丽跟我一起去吧。刘美萍很聪明，把空间留给了谢远昌和张安平两人。领导，现在不是工作时间，我就喊您叔了。喊什么都行，你随意。个小小的党委书记给区长拜年，2场酒局下来就醉得不成样子。这酒真不能多喝。本来胃就不太好，还这么喝，真不怕出事啊！表叔家结束后，又有乡里的班子聚餐，一桌饭局基本全是乡镇正直，一杯不喝，不给全部人面子，哪个敬你不喝，就是不给敬的人面子，一圈下来就趴。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种事情多了去了，以后这种饭局就不要参加了。有情有义的人，即使不喝酒吃饭，照样相处融洽；假情假意的人，真有什么事，他们也不会伸手帮忙。好吧。对了，你是不是要升学考试啊？张书记还能记得我要考试了，比人深感荣幸。还有2个星期，打算考几分？去哪个学校？1中还是2中？神溪1中和2中是最好的初中，想要考入至少得有185分以上，200总分，考个195以上还是没问题的。学校的话就去2中吧。虽然你平时考得不错，但这是升学考，你要花点心思。我上辈子正经小学生的时候，升学考也考了193，我还能让自己比下去？听到张浩这么说，张安平也无话可说了，问起来炸串店的生意情况。看着存折里40多万的存款，张安平也是很激动的。生意相比刚开的时候有所下滑，不过每天也都有1000多的收益，保持的挺稳定的。我打算卖了炸串店。卖了干嘛？才开了半年不到，好歹多赚点呀。炸串店接下来的生意只会越来越差，虽然还是赚钱的，但是这钱赚得太慢了。这只是我拿来赚本金的小生意，现在本金够了，店留着也没什么用，不如卖了再赚一笔。妈，你是怕表姐没工作了是吧？表姐上辈子最后是在银行工作，你让老张同志给她联系联系，工作不就有了？银行在待遇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对我们以后事业的发展有帮助。现在银行不像以后都要考试才能进入，能早点进去就早点吧。这个没问题，我这2天就去联系一下。去哪个银行？农村信用社吧。那炸串店的卖家找好了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是说王龙夫妇？那你打算卖多少？看情况吧，不低于20万。我们成本才5万不到啊，这么多我怕他们不接受。20万才半年的利润，而且设备什么的全都包含在里面，外加半年的租金我们也交了。即使以后的利润低了，1年赚的也不止20万，这个价格已经是半卖半送了。听到张浩的说法，陈秀丽也不禁异动，5万块开的店，半年后卖20万，可能还不止，真是想想就激动。
秀丽姐，我刚听说你要转让这家店，卖家找好了吗？卖家还在找，我们当初的合同是半年一签，马上到半年了。你们是担心到时候买家不签你们吧？别担心，到时候我会尽力跟买家商量，跟你们续签的。老板娘，这生意一直挺不错的，怎么干了半年就不干了？多可惜呀！当初弄这家店也是想着离学校近，不过我儿子马上毕业了，应该会去神溪2中读书，到时候一个南一个北，太不方便了。就因为距离远点，每年几十万利润的店说不要就不要了。而且你们也知道，我家丈夫是在政府单位上班的，他还是个领导，最近又被提拔了。我丈夫的工作也有涉及到一点教育方面，虽然说做点小生意不违规，但让人知道总归影响不太好，所以我们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决定转让了，反正也赚了些钱，店卖了也还能再赚一笔，差不多就得了。我们已经很满意了。秀丽姐，你打算卖多少钱啊？你看我们盘下来可以吗？你们想盘下来，我的要价可不低的，毕竟半年下来，生意情况摆在这。秀丽姐，你开个价，我们看价格决定。这店里的桌椅、厨具、冰箱杂七杂八的，当初加起来买来是2万左右，用了半年，我折价1万6还是有的。房租交了1年，半年还有1万4，加起来就是3万。店铺的利润你们也大概知道的，而且这边上已经没有店铺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你们要的话，我也就给你们打个折，凑个整20万。王龙夫妇心中一喜，他们知道扣除了他们工资、食材和水电成本之后，陈秀丽这半年赚的也不止23万，这个价格确实是打了折的。心中暗喜之余，也感激陈秀丽这样的官太太对他们的照顾。结束最后一天营业后，王龙夫妇拿出一个满满当当的黑色塑料袋，这家炸串店也是归了王龙夫妇所有。回到家，陈秀丽就问起了张浩的打算。张浩说了2个字：股票。随后让陈秀丽留个10多万做日常开销，把其60万全部转入了证券账户。张浩回想起2003年的一只牛股，现在是4.6元一股，60万一整脑买了进去，持股13万股。陈秀丽虽然没炒过股，但看着张浩直接用60万买了一只股票，不禁胆寒。就买一只股票，不多买几只，鸡蛋别放在同个篮子里啊。鸡蛋放在几个篮子里，是因为不敢保证赚钱，是为了分散风险，而有绝对的把握下，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才能保证利益最大化。你就这么有把握？你确定你没记错？这能赚多少啊？没记错，这只股票是今年最赚钱的几只股票之一，翻个2、3番还是有的。你是说能赚100-200万？差不多吧，这还是半年多点的利润，以后会更高。听到能赚这么多钱的陈秀丽，也兴致勃勃地学起了操作。这只股票会涨到明年年初，今年都可以放着，明年3月份开始就要时刻盯着，最高到14.5元左右就一定要抛掉。陈秀丽也有一阵子没看望母亲了，于是打算一家去乡下转一圈。吃过晚饭，感受到山上的微风，和煦的暖风中带着一丝凉意，格外舒适，犹如当初发生事故前的感觉。张浩一时间恍了神，是有什么心事吗？没有，就是这会儿的天气和我回来前那会儿好像，有时候经常以为这只是个梦，生怕一觉醒来，我可能还是那个只能一辈子躺在床上的废人。这半年多都在忙乡里的事，一直没有关心过你的事。读书时候就不说了，能跟我聊聊你毕业后的事情吗？爸，给我根烟吧。虽说你是重生回来的，但你现在还小，我不太支持你抽烟。看着张安平递过来的烟，张浩叹了口气。我的未来很普通，考了个普通的大学，毕业后不想进体制，自家人知道自家事，我们家没有后台，没有背景。你那会儿虽然已经是正科级领导，但也基本到头了。我33岁那会儿，你已经接近退2线了。我即便进了体制，没有人照拂，这辈子也能到正科，就已经很不错了。一眼望到头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你那时候为了我考公，也曾劝导过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际遇，可能以后会碰到贵人，助我一飞冲天呢。但是我不想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等待上，而且我不喜欢自己拼命努力想得到的东西，在别人那里只是简单的一句话的事情。所以我想自己创业。后世是一个网络信息时代，创业的起点和成本都很低。我想走另一条路，至少不会一辈子被人掌控命运前途。不过我还是太年轻太天真了，小生意都做不好，几次失败之后我也放弃了，再然后就认清现实，参加了公考，进了体制。我们老张家祖上都是农民，我们父子俩能进体制，能担任职务，已经是跨越阶层了，是家族的进步，你不用妄自菲薄。张浩摇了摇头，表示自己只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而已。你不是已经改变了我的命运吗？以后我的前途和你自己的命运都要靠你把控了。那是自然，我要帮你不断的往上爬，我也想试试做纨绔子弟的感觉。那以后就要靠你多多提携了，张公子啊。张书记客气了，好说好说。父子两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接着父子俩在山坡上聊了1个多小时的工作，决定烧最后一把火。周一，张浩到班里，大部分人已经到在排队找班主任拿成绩单了。轮到张浩的时候，张浩喊了一声，眼前这个新班主任曹老师，我来拿我的成绩单。张浩来了，你真的是出乎老师的预料啊，恭喜啊，全校第1名，198分。
张浩本来就不意外这个成绩，意外的是扣掉的2分，1分作文，1分卷面。作文靠了也就算了，但是看着整整齐齐的卷面，张浩无语了。这是老师的惯例了，语文是不可能满分的。